到底是烧钱瞎折腾，还是深谋远虑？10年前，我国准备斥资300亿填海建岛的消息传出后，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媒体乐坏了，冷嘲热讽道：砸这么多钱只是搞个小海岛，还不如造航母来的划算。这个颇具争议的工程就是我国南沙3大基地之一的永暑岛项目。严格来说，永暑岛之前只能算作南沙群里的大型环礁，约有 0.8平方公里，扩建后则有 2.8平方公里。岛上有机场，有医院，完全适宜居住。当然，进永暑岛的目的不仅限于旅游观光，不然也不至于工程完工后彻底让老美傻了眼。那么，为什么我们国家要花这么多钱填海建岛呢？其实，我国花费300亿铁了心也要填海建永暑岛，是因为南海问题。南海被人称为第二个波斯湾，它是印度洋和太平洋的通道，地理位置意义非凡。如今南海各方面势力复杂，从我国海洋视角看，南海南北纵向深度虽只有2000公里，面积350万平方公里，但其周边国家都有强大的海空打击能力。最关键的是，他们都是美国盟友，也就是说随时可能会为老美提供必要的支持。其次，近年来除了美国海军舰艇频频在南海活动外，日本、越南、印度甚至是澳大利亚也逐渐活跃起来。他们小动作不断的目的就是为美方在南海造势，响应老美政策，防止我们在南海立足。因为太平洋算是它的天然护城河，南海上的都是些弱小无助的国家，却没有老美的大型军事基地。南海海域比较狭小，水面舰艇很难隐蔽航行，所以南海制空权至关重要。而想要争夺制空权，就必须要依靠陆地基础建设，有了基建才能让战斗机飞行距离更远。因此我们必须要进行填海造陆。而之所以选中永暑岛，第一，它是南沙区域最大的岛礁，而且是一座独立的深海大型环礁，四周没有其他礁石干扰，完全可以确保海空军路线行驶安全，也很利于后续人员物资运输。第二，永暑岛位于南沙群岛中间位置，和东边海马滩相距550公里，南边的曾母暗沙617公里，西边的万安滩460公里，视野位置极佳，可以有效地观测到南沙群岛暗礁散沙附近情况。退一万步来说，将来一旦发生战争的话，敌人军事实力过硬的情况下，捣毁一艘航母尚有可能，但想要摧毁一座具有军事防备能力的岛屿，可真不是随便就能做到的事。因此，永暑岛必须扩建，且各方面设施也要尽可能完善，使得驻军条件足够舒适。话说永暑岛其实本身只是一座在高潮时露出水面1平米的小礁石。在1988年除夕夜，我们的海军陆战队员就在这块小礁石上搭建了一座高脚屋，以钢管为底架，用竹竿为房柱，以凉席当墙和屋顶。就这么艰难的环境下，5名军官坚守了半年时间。之后，相关建设人员用了半年时间，硬生生用珊瑚渣堆起了8000平米的陆地，在上面盖起了楼房。至此，驻岛人员才有了安身之所。同时，我们也在这里建立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海洋观察站，立了主权碑，并且建立了10座航标灯。就这么一守就是25年，直到2012年菲律宾跑到黄岩岛为非作歹，老美趁机插上一脚，整个南海局势变得紧张起来。因此，填海造岛修建永暑岛才被正式提上日程。此后，我国完成在永暑岛西南陆域的吹沙填海工程，整个面积达到 2.8平方公里，上面建有永暑岛机场、医院等。到了2015年时，永暑岛的面积已经成为南沙群岛的第3大岛。三沙市南沙人民武装部再次成立，2020年4月经上级组织批准，南沙市驻永暑岛政府部门正式成立。而现在在永暑岛上已经有了通讯信号和网络光纤，驻守战士们可以和远方亲人打电话、发短信，甚至是视频通话也可以。据说岛上还有一个近500平方米的蔬菜棚，完全可以解决战士们饮食问题，整体生活条件得到极大改善。永暑岛的新建机场也在2016年竣工，我们国家已经征用民用飞机在机场上进行了校验试飞。虽然从目前资料来看，机场是军民两用的，且只有一条3000米的跑道，但是这个机场建成后可能大大提高海空战士的作战实力。要知道，以前空军和海航想去南海的话，都是从海南岛机场起飞的。一旦南海出现紧急事件的话，
非常限制反应速度。而永暑岛机场建好后，不但不用担心中途油量、弹药续航问题，就是海军舰艇也能得到更及时的支援。海上巡逻机也能以这个机场为核心，对南海上空实行更长时间的监控巡逻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可供大型船舶停靠的港口设施。简单来说，就是让我们国家在南海问题上拥有更多的主动权。因此，早年前嘲笑我们的西方媒体，看到如今的永暑岛内一系列工程后才会傻了眼。这要感谢日本出主意。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可能许多人还会感到疑惑，填海造陆是被国际认可的吗？这下就不得不感谢日本了。原来在日本南部海域有一处岛礁，其共有5块小岛礁组成。后来由于海水侵蚀，5个岛礁只剩下2个。按照联合国海洋公约来说，这个岛礁算是自然消亡，那么日本就没有管辖权了。但本就地少的日本哪会甘心？他居然开始对这个岛礁进行人为加固和扩大。刚开始时，日本这一操作受到邻国反对，毕竟这5块礁石不能供人生活，那么日本就不应该拥有附近海域的领海和经济区。于是日本人就在岛礁上建了个无人观测哨，并且对外宣传在那里可以开展科考工作，同时也能进行经济活动。日本的这一操作赢得西方国家一致认同，于是他们就顺理成章的享有这5块礁石带来的领海权和专属经济区了。不得不说，还得是小日子有想法。既然他的方法有效且被认同，那么我们在南沙的填海造陆自然也不会有问题。于是国际法上按照日本的案例来说，只要岛礁上能住人，那它就是个自然岛屿。后来在2013年，我国就开始了对永暑礁的大规模吹填工程。吹填岛礁那可真不是件容易的事。就拿南沙礁盘来说，其周围都是浅滩，有大量的海沙。填海最有效的方法是就地使用这些沙子，而吹填是目前就地取沙的最高效作业方式。具体来说，就是用大型船只把海泥沙土挖起来后，再将这些泥水混合物排放到附近陆地，放空水分，使沙子达到利用标准。一般国家就没那金刚钻，像越南、菲律宾当然只有眼红的份了。但我们国家可是出了名的基建狂魔。为了加快南海工程进度，我们不仅出动了大量工程船只和机械，甚至还有海军专门改造的数艘登陆舰。最值得一提的是亚洲第1大自航绞吸挖泥船天津号，它可以在1分钟内吸取75立方米的海沙泥土混合物，并将它们排放到6000米以外的地方，每天吹填海沙达10多万立方米。高难度的填吹工作被我国完成后，剩余的基础建设设施就更不在话下了。更让人惊喜的是，在2016年时，永暑岛居然发现了淡水资源。要知道，永暑岛建成后是一个地表没有淡水的人工岛，而我们生活在大陆上的淡水资源主要靠南北2极的冰川和深浅层的地下水。可永暑岛四周都是茫茫大海，显然不具备取水的条件。虽然永暑岛本身位置常年多雨，每年降水量高达2800毫米，但收集雨水设备存在限制，收集水量较小，远途运水成本又太高，船只油耗、人员都要计算在内。万一路上遇到暴风雨，实在风险性太高。海水淡化就更不用说了，耗时耗力，远水解不了近渴。永暑岛上发现天然淡水资源，驻守者能够自给自足，实在是令人欣喜的事。而永暑岛之所以能有淡水资源，实乃是天时地利。因为永暑岛所处热带海洋气候区，雨季时大量的雨水进入地下层区，而永暑岛位置较高，在海平面以上，地下层内的水就不容易被海水倒灌。再加上永暑岛本身是由各种珊瑚礁组成，这些珊瑚礁本身产生的年代比较晚，不能在此生长发育，没有固结沙砾基层中，在永暑岛的底部就形成了溶石灰岩。这种溶石灰岩表面含有大量的溶洞和空隙，水可以很好的渗透过去。再加上本身淡水和海水密度不同，就会形成淡水透镜体。这个淡水透镜体外部看起来中间厚，两边薄，分为淡水区、咸淡水过渡区和海水区。因为永暑岛本身岛屿面积比较大，地表接收到雨水后就会不断补充到透镜体里，相当于一个可以把雨水储存起来的天然水库。可以这么说，在南海里近200多个有标识的岛屿里，能有淡水资源的不到5个，而南暑岛不但有淡水，水量更是相当可观。
如此看来，堪比陆地上发现石油的意义了。正可谓是天时地利人和，缺了哪一样都不行。永暑岛建好后，为我国带来了丰富的海洋资源，而且岛屿附近还有许多矿石，经济效益相当可观。事实上，除了永暑岛外，我们国家在南沙兴建的还有美济、主碧两大人工岛，这三座岛屿互称犄角之势，堪称铁三角，紧急状态下可互相支援，如同坚不可摧的海上长城。相信未来经过国家的后续部署工作，我们的南海将变得更加安全，我们也能更好的主动捍卫自己的海洋权益。